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zz。自从上一次共鸣出品了《天国降临》的超人和沙赞之后，我一直期待着后续的 DC 产品，在时隔1年之后，也终于推出了缄默的超人和蝙蝠侠。两款的包装盒跟之前一样，同样是背面开窗。正面合绘的设计还挺好看的。这次首先要表扬共鸣的一点是，这次没有像上次一样发售所谓的豪华版，而是把替换头雕和手型改成了标准配置。先来看这次的超人，这次超人的头雕刻画对于共鸣来说还是比较在线的，皮肤涂装细腻，会有一些真实的皮肤质感。另一颗头雕则是热视线造型，头发也跟平行头做出了区分。但是两款头雕在我看来其实并不还原缄默的超人形象，而更像是自家出品的《天国降临》超人的年轻版本，还真是莫名其妙的联动上了。整体的造型还原了更加经典的超人红蓝造型加内部外穿，这次的蓝色底衣相较于之前的《天国降临》超人会更加鲜艳，胸前和披风处的 logo 使用了贴胶工艺，看起来更加立体，与战衣有着不错的分离度。披风两侧也植入了铁丝，可以更好的摆出一些大张力动作，这也是相较于上一款所做的优化，好评。估计是考虑到兼顾垂感，所以并没有选择较硬的铁丝。这次超人的素体也因为跟之前天国超人同模，所以路径的问题还是存在的，不一完美的勾勒出了素体的肌肉线条，只不过在大腿和胸腰处会有一些穿帮。希望这些问题在以后的产品上可以有更好的改进吧。靴子也修正了脚踝关节的穿帮问题。算上本体的手型，一共有3对替换手型，以及用来和蝙蝠侠一起使用的握手手型。其实更应该附属的是蝙蝠侠的刻石戒指手型。这次手型的替换相较于之前做出了不错的优化，手感会更舒服。其余配件就是一些独头女的藤蔓零件了，这几零件的刻画还是相当不错的，直接套在超人的双手和脖子处，即可还原被独头女控制的场景。那么共鸣的女性角色可以出猫女和独头女吗？再来看蝙蝠侠，这款缄默蝙蝠侠在刚出光图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有点太壮了。其实缄默蝙蝠侠不太适合共鸣目前的这款通用素体，尤其在胸围这里看着会有些过大，导致整个肩膀也看起来更宽了。好在披风包住了整个肩膀，看起来也就不会那么突兀。这次蝙蝠侠整体有做阴影效果，腰带在拿出来的时候需要调整一下位置。胸口的蝙蝠 logo 也是立体贴胶，这个质感我感觉是比超人要来的更好的。披风是仿皮材质，这次植入了9根铁丝，支撑力度比超人会更强一些。这次蝙蝠侠的头雕刻画也抓住了节目里蝙蝠侠的耳朵轮廓特征，在正面看着效果是最好的，而且实际上手后会比官图看着更好看一些。但是这次头雕的眼距做的还是稍微宽了一些，而且从侧面看起来别样的部分也有些塌，希望下一款蝙蝠侠在这2处问题上可以好好注意一下。做蝙蝠侠肯定是以帅为主，所以基础的部分还是要再强化一下。一共给到了4对替换手型和一支右手握持抓钩枪的手型，也给到了一长一短2根钩锁，可以安装在狗爪枪前。3支蝙蝠标可以通过对应的造型手握持。愤怒头、老爷的真人头雕和摘下来的面具，这个真人头实际观感还是很不错的。其实如果能出一个露出脖子的替换件来给真人头使用就好了。还给到了缄默漫画中的绷带造型替换件，可以直接套在头上。我们以超人为例来看看2款模型的可动性，其实整体跟之前的天国超人大差不差，素体的可动依旧十分优秀。那么以上就是2款模型的全部内容了。共鸣在保持优秀素质的同时，也在听取玩家的意见，
在这2款上能够明显看出来厂商的诚意，希望在下一款蝙蝠侠上可以有更好的优化，以及宿敌流江问题也可以有更好的修正。那么下期再见，拜拜。